这里是南京南站，亚洲最大的高铁站之一，每天迎来送往着无数的旅客。你能想象吗？在这样一个人流密集的交通枢纽周围，却隐藏着一个几乎无人问津的商业区。这些看似繁华的高楼里，居然有1半以上的楼层是空置的。这些投资上亿的建筑，如今却成了摆设。门口的店铺要不关门歇业，要不贴满了招租的告示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人们的消费能力不足，还是这些商业项目本身就存在问题？曾经熙熙攘攘的美食街，现在连商贩都不愿意过来摆摊了。今天我带大家一起一探究竟，看看南站周边的商业困境，以及这背后隐藏的经济现实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南京南站，这里是亚洲最大的高铁站之一，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从这里经过。这样的地方理论上商业应该非常的繁华吧，但是如果你深入了解，就会发现情况并不那么简单。你们看这边的高楼大厦，表面上看上去光鲜亮丽，但是很多楼层其实是空的。这里的办公楼空置率超过 50%， 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是因为没有企业愿意来这里办公吗？还是这里的租金太贵？今天我带大家一起揭开这个谜团。曾经这片区域是南京南站的商业核心，人们都觉得有了高铁站的带动，这里会成为一片繁华的商业区。可是现在呢，商业街冷冷清清，许多店铺关门歇业，有的甚至贴上了转让、招租的告示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这些高楼曾经是很多投资者眼中的香饽饽，认为依托南站巨大的人流量，这里会成为南京新的商务中心。然而现实是，这些办公楼的空置率让人难以置信。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商业办公楼，最终成为一个个空中楼阁。为什么这些办公楼会如此空置呢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企业成本压力越来越大，租用这些昂贵的办公楼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范围。很多公司选择了更便宜的办公区，甚至在疫情期间大量改为居家办公，办公楼的需求急剧下降。南京南站周边的这种空心化现象，不仅反映了商业地产的盲目扩张，更折射出整个商业环境的变化。企业在经济好的时候大量扩张，但在经济不景气时，他们首先要做的肯定是控制成本，而办公楼的租金就是最先被削减的部分。最近我和一个做一卡通系统的朋友聊到这些现象，他们公司曾经是全国领先的技术服务商，业务遍布全国，但这几年客户的需求急剧下降，很多以前合作的代理商都转行了，有的去做弱电，有的干脆去做餐饮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市场上连企业和政府的预算都在压缩，像智能化这种可有可无的项目已经成为了一种奢侈品。朋友们说他们公司以前在这栋楼办公，现在已经搬走了。企业减少了智能化项目的预算，只愿意在能带来实际收益的地方花钱。曾经那些企业愿意花大价钱去提升形象、改善环境，现在这些都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。他告诉我他们公司现在只能减少员工的工资和开支，尽量维持生计。为了维护业务，他们不得不做一些以前不愿意做的小项目。以前的风光无限，现在也变成了艰难求生。他感慨地说，现在活下去已经是最大的目标了。现在我们来到南站周围的美食街，这里曾经是南站商圈的美食聚集地，每到晚上这里人声鼎沸，小吃摊挤满了游客和本地人。但是现在呢，你们看，是一条安静的有些冷清的街道。这些摊位大部分都没开门，有的已经停业很久了。商户们告诉我，他们的生意在疫情后一直没有恢复过来。很多老板觉得现在的经济形势根本没有办法继续经营下去。原来晚上很热闹的场景，现在变成了空无一人的冷清，只有主街上的餐馆还在勉强的维持着。有的老板告诉我，他们的营业额比之前下降了 50% 以上。很多时候一整天都见不到很多客户。为了吸引人流，他们不得不降价促销，但最终只能收支平衡甚至亏损。曾经的美食街现在只剩下坚守和无奈。为什么南京南站周围的商业会变成现在这样？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经济环境的变化。过去几年经济放缓，疫情的冲击让很多企业和商户面临巨大的压力。商业地产的过度扩张也导致了供需不平衡，这样的萧条其实是必然的。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商业项目在定位上出现了问题。这里虽然人流量很大，但大部分是高铁的过路旅客，他们几乎不会在这里停留很久。
这样就导致了一个有大量人流，但实际消费力却跟不上，商家很难盈利。很多商铺老板告诉我，他们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，高昂的租金、不断上涨的人员成本，再加上稀少的客流，让他们不得不考虑做出转行或者是撤出的决定。即使想要转型做线上，依旧无法解决根本问题，所以最终很多人选择了离开。我记得前几天跟朋友聊的时候他也特别无奈地说，现在能维持就已经不错了，哪敢谈什么发展。他们公司以前做的是技术服务，现在连技术人员都在裁员。其实我觉得这不只是他们公司，很多企业都是这样，大家都在收缩战线，只求生存。这让我想到南站周边这些高楼大厦的命运。如果未来经济形势没有好转，这些商业地产何去何从？城市的面貌不仅是它外在的建筑和设施，更是内在的经济活力和人们的生活状态。没有经济支撑的繁华，终究只是虚幻的泡沫。每个人、每个企业都在找自己的生存方式，找自己的节奏。有时候我们得学会放慢脚步，重新审视方向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眼南站周围这个商场，这里曾经是南站商圈的核心之一，各种品牌店和餐厅应有尽有，但现在你看，大部分的商铺都空着，商场内冷冷清清，这些广告都是为了吸引顾客而做的促销。可是呢，在经济环境没有明显好转的情况下，再多的打折和优惠也很难吸引到足够的客流。这些写字楼和商场能否迎来新的生机，或许这不仅仅取决于政策和市场的变化，更多的是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信心和行动。正如我朋友所说，现在能活下去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，我们都在尝试找一个适合自己生活的方式。或许未来充满了挑战，但只要我们愿意调整节奏，重新出发，总会有一条适合的路